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大器晚成，34岁的国民闺女谭松韵，内心与外表判若两人。这个国民妹妹谭松韵，外表可爱动人，却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故事。那张甜美的笑容下，她隐藏了对母亲失去的悲痛和饱受网络攻击的伤害。在现实中，一个温暖而纯真的女孩，究竟承受了怎样的挣扎和磨难呢？早年经历，每当谭松韵的生日来临，父母都会默默准备生日礼物，无需言语，以表达对她的深深爱意。这样的关怀让她深切感受到家人的宠爱。而谭松韵本人性格活泼，常常犯错，尽管母亲口头上威胁要严厉处罚她，但最终还是心软，没有真正打女儿。在父母亲无微不至的呵护下，谭松韵茁壮成长，成为一个开朗活泼的女孩。谭松韵展现出对舞蹈的热爱，10年方10岁，这让她的父母决定让她到艺校专攻舞蹈。在离家求学期间，父母常常通过书信表达彼此的思念之情。谭松韵偶然间观看电视剧，心生演戏的渴望，于是她勇敢地向母亲表达了成为演员的梦想。作为父母，他们虽然内心担忧女儿选择演艺道路的艰辛，但他们毅然给予谭松韵积极的鼓励和无私的支持，让她逐渐迈向实现这个梦想的道路。在母亲四处奔波的辛劳下，谭松韵终于获得了一次在一部电视剧中演小角色的机会。即便只有几分钟的镜头，她却表现出色，赢得了导演的赞赏，这进一步加深了她成为一名演员的渴望。她如愿以偿，于2007年被录取进入北京电影学院，专攻表演。这所学院汇聚了国内外顶尖的电影人才，同时也吸引了众多对表演艺术满怀热情的年轻人。在这个场所，谭松韵通过系统学习掌握了表演技艺，她在导师的指导下不断地磨练自己的演艺技巧。谭松韵刚开始演艺生涯时，面临了一个难题，她天生的娃娃脸与许多角色形象不相符。谭松韵渐渐感到动摇和气馁，但幸好她的父母一直在鼓励她，告诉她不要被外界的标签所束缚，要坚持做自己。谭松韵通过持续不懈的努力，以精彩的演技突破了外貌的限制，向人们证明了一个出色演员的标准在于表演实力，而非外表。传达她的故事，激发积极力量，鼓舞更多人坚持内心的梦想和激情，不被外界定义或限制。成名之路，谭松韵的演艺之路充满了挑战，可谓是在曲折中不断前行，才赢得了今天的成就。谭松韵初次亮相于青春校园剧《谁说我结不了婚》，在其中饰演了一个小角色，这对于新人谭松韵而言，是一次珍贵的演艺机缘。谭松韵在客串之后，度过了将近5年的时间，持续不断地参加试镜，希冀着能够抓住机会，然而新作品迟迟未现。直到2010年，一则令人振奋的消息终于降临，谭松韵通过一系列层层选拔，在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，成功获得了备受瞩目的电视剧《甄嬛传》中纯贵人一角。这一角色也成为她至今为止最为人熟知的一个。在皇宫剧热播期间，谭松韵的知名度水涨船高，然而随着剧集的谢幕，她又回到了过去的平凡状态。谭松韵没过多久就陆续出演了几部重磅大片，其中包括由陈凯歌执导的文艺力作《搜索》、悬疑片《全民目击》，以及古装剧制《富春山居图》。这一段时间的历练使得她的演技有了长足的提升。谭松韵与当红巨星宋丹丹携手合作的家庭剧《幸福情你等等我》中，她成功地呈现了一个娇俏可爱的少女形象，因此被誉为国民闺女，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喜爱。谭松韵一直在追求女主角的机会，
但导演们却总是觉得她的外貌不够突出，所以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很长时间，直到她30岁。2016年，终于迎来了谭松韵人生中首次出演女主角的机会。她与国民弟弟刘昊然合作出演的青春校园剧《最好的我们》成为了她的成名之作。谭松韵在2017年承接了另一部名为《以家人之名》的青春剧，出演了女主角林娜。尽管已经33岁，但她依然出色地演绎了一位充满青春活力的高中生形象，再次赢得了国民闺女的美誉。谭松韵以她永葆青春的外表和卓越的表演技巧，成功蜕变成为新一代校园剧的女主角。即便其他同期女星纷纷选择扮演才女角色进行转型，她依然能够以清新的少女形象吸引观众，堪称国民妹妹。谭松韵并非被外表所局限，她从未放弃梦想，而是依靠持之以恒和实力一步步走向了今天。她从多年前的配角之路走来，如今成为了备受瞩目的女主角，用汗水和毅力赢得了属于她自己的成功。同行新人们也将她的故事视作一个镜子，她告诉他们，只要专注演技，不畏辛苦，梦想最终定会成真。然而，尽管她事业上取得了成功，却不幸地陷入了一段痛苦的时光。事情发生，谭松韵和另外2个家庭的生活在2018年的最后一天，因为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而发生了改变。一名酒后驾驶者驾驶的车辆在马路上冲向行人，导致1人死亡，2人重伤。谭松韵的母亲也成为了这场意外的受害者之一。谭松韵匆匆赶到医院，却只见母亲病危在床。尽管医生全力抢救，可母亲最终还是离世了。谭松韵深受母亲突然离世之痛所折磨，长时间无法自拔于痛苦之中。这起事故不仅影响了谭松的母亲，还使另一名男子受了重伤。为了支付医药费，全家人都外出工作，只有怀孕中的儿媳留在家里。儿媳因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而不幸流产了双胞胎，使得这个原本就生活艰难的家庭雪上加霜。现在他们正面临着举家老小的生存危机。肇事方的态度显得冷漠而漠视，与受害者家属的痛苦形成鲜明对比。肇事司机不仅在事发后首先逃离现场，而且在自首后也以傲慢的态度推卸责任。他们的父母观念颇为偏激，简单的以2万块钱交代一切，并言我的孩子就要在监狱里过年了。他们对生命毫无敬畏和悔意，也没有丝毫同情受害者家属的迹象。谭松韵被对方冷漠的态度深深伤害，他决定寻求法律途径来维护自己的权益。然而，他意想不到，这一过程竟然如此艰难。对手势力强大，庭审日期一再延迟，谭松韵遭遇了大量水军的人身攻击。有人指责他利用母亲之死炒作，有人对索赔金额提出质疑，甚至有人诽谤他是为了炒作此案而博取眼球。那些以造谣为生的水军，完全无视一个女儿失去母亲的痛苦，只顾眼前微薄利益，却让谭松韵蒙受巨大伤害。在父亲的劝说下，谭松韵曾一度动摇，受制于舆论的压力，但每当他回想其母亲的处境时，他便重新振作了起来。谭松韵至今仍然无法忘记那天母亲满身是血的情景，他下定决心要为母亲伸张正义。经过2年的漫长等待，案件终于迎来开庭审理。谭松韵在法庭上面对着各种无端指责，他运用证据和事实一一驳斥，同时耐心地回答着所有的质询，清楚地阐述自己的立场。对方的父母试图拖延时间，然而谭松韵毫不动摇，一直坚持到案件得以明确裁决。对方最终被法院判了6年。谭松韵获得90多万的赔偿款后，毅然捐出全部。接下来的几年里，他持续积极参与各项公益慈善活动，
以此作为对母亲的一份特殊纪念。每年，他都会慷慨解囊，捐赠数十万元用于支持灾区重建和资助贫困学子。谭松韵渴望通过自己的善举让更多人受惠，这是他对已故母亲最美好的怀念。谭松韵为追求正义而踏上了一条充满挑战的旅途。面对种种阻碍和谴责，他毫不畏缩，坚定意志地战胜一道道困难，最终为母亲伸张了公道。每个人都值得学习奋战于正义和亲人之名的精神。当面对不公和邪恶时，我们应该坚持理智和勇气，将法律与正义视为我们的利器，不轻易示弱。结语：谭松韵的人生经历曲折多舛，我们期盼她能持续绽放光芒，以她的演技感动观众。她已经成为新一代中的杰出代表，我们为她美好的未来送上最诚挚的祝福。每个人都能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，即使在旅途中遭遇挑战，只要勇敢迎接，无需理会他人的看法。